Hello， 大家好，今天是6月30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了。美股关头阴线快速突破，止跌反弹已经开始，但目前依旧还是只能先看反弹。特斯拉买入上涨，上期视频讲到的反弹买点表现还是不错的，但压力位也很快即将出现，正在靠近当中。RKB 也来到了重要的日线支撑，这里会是大底出现的行情吗？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那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上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343期的视频。那么阿哲还是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我们在第一部分还是要讲到指数的分析，当前市场出现了由多转空的一个迹象，市场的缺口告诉我们目前空方已经变得有点强势，而多方开始走弱。当下的缺口目前还保持这种状况吗？我们在今天第一部分还是要讲一下缺口的回补，还有日线的趋势观察以及15分钟的变盘时间。在第二和第三部分，我们再来到个股的解析，我们还是会讲到特斯拉、英伟达、比特币、以太坊、科威、谷歌、微软、MSTR、Circle、礼来、AMD、英特尔、APP、SOXL、Meta、RKB、台积电、PLTR、美光、亚马逊、AOI、LIT、NBIS 等以上个股。虽然目前的指数还不算是完全的止跌或者说强势的上涨，但有些个股表现还是不错的，所以标记了绿色块的个股是阿哲认为当前出现了有不错的止跌动作的一些行情，那么有一些其实是有参与反弹的机会。所以在2、3部分我们会讲到个股方面的一个解析，希望依旧能够对你有所帮助。如果您是新同学，还是有一个温馨提醒，我们视频当中的目录涉及的内容比较多，但阿哲也知道不是每一部分内容您都感兴趣去观看完整，所以也是做了一个时间轴，您点击下方的这个时间轴的按钮，就可以快速跳转到不同的一个内容当中，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您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挑选。但是第一部分的内容希望大家能够完整的观看，因为第一部分的指数分析是最为核心和关键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第一个知识点，叫缺口的观察。当前所看的是市场当中的缺口走势，我们看到这些图表当中的颜色块，粉红色的是下跳的缺口，就是股价大幅下跌，而后留在图表当中这种粉色的向下跳空缺口，蓝色的是向上跳空缺口。市场的一个向上跳空和向下跳空在日线上如果保留这种缺口，说明这个力量是从开盘到收盘一直存留的。而这种缺口只要能够保持日线而后不回补，其实说明多方和空方它的力量就有一定的考量。比如说多方强势的时候，这种向上跳空缺口一般不会被短期的回补，而哪怕有所回补，它很多时候也会成为一个支撑，推动股价继续的一个上涨。所以上升缺口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个特征，就是它会经常有向上的跳空的行为，而后它这种向上跳空的缺口也经常会被认为是后续的一个支撑，价格后续回补过程当中是回踩支撑的一个动作，市场往往会被再次的推动上涨。那么反过来，向下跳空的行情也是如此，要么是不被回补，如果被回补，如果是空方强势市场，一般这种回补它也只是反弹，容易推动价格再次的去下跌。所以我们需要去界定目前市场是强还是弱，而当前市场其实它已经不是之前那种保持缺口并且回踩每次都是止跌的行情。你会看到真正的强势是缺口出现了回补了，那么就会推动行情继续的上涨，缺口出现了不回补直接上涨，以及缺口出现回补推动股价上涨，这两种情况是多方最为强势的表现。而直到这个高点产生之后，市场开始往下跌，补完这个缺口，连续补了3个缺口之后，才出现一个低点，而后反弹。那么这个缺口产生的时候被快速的回补，而市场没能够出现上涨，继续往下跌，而且还出现向下的跳空缺口，所以当前就是一个由多方强势转为多空博弈的阶段。目前空方还没有完全界定就比多方强，但是多空之间已经开始有点焦灼，没有那么压倒性的多头胜利了。那么当前这个向下跳空缺口产生并且长留了1周时间，那么就说明这个缺口其实是有效的，它是一个压力。而什么情况下说明多空之间是博弈是震荡，这个缺口依旧被回补，前面向上跳空被快速回补，后续向下跳空也被快速回补，那么这种行为就说明多空之间是震荡博弈的。那么后续的市场它容易走的是盘整，多空之间不容易有哪一方是压倒性的胜利。而假如向上的跳空缺口被快速回补，说明空方比较强，多方一般般，而后
如果这个向下的跳空缺口也不能被回补，或者是回补时有强大的压力反推股价往下跌，再破这个低点，那就说明市场目前不是多方强势，也不是震荡，而是空方强势的市场。所以当前虽然有关头阴线的突破，构成了我们所说的反弹看涨点，但是这个缺口是没有去回补和触及的。在下一步反弹的延续当中，一旦填补这个缺口，我们就要去注意市场后续的一个表现。如果它这里就有很强的压力，不能够填补，或者说填补之后反而是向下推动的一种力量，其实就说明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了。市场在一步步的由多方强势走为空方强势的一个行情，而如果能够完全填补，那么说明至少目前还是多空之间存在均衡，是一个震荡市场。所以这是我们第一部分依旧关注的缺口回补，当下还是说明空方较强。而这个缺口一旦不能完全填补，而后反向力量又更强的话，那么空方将说明占据了决定性的一个力量，就要特别小心，后续可能还有一个中期以上的下跌的一个空间和时间。我们再看到第二部分叫做日线的趋势观察。那么其实通过缺口的角度，我们已经可以界定了目前这一轮行情如果要走出反弹的界定，它最好是填补完全缺口，而后把缺口转为支撑推动上涨，这是多方转强的一种最直截了当的观察点。而另外一点，我们也可以通过趋势类的指标来去关注。那么当前我们所看的是上海趋势图表。上海趋势图表呢，我们在个股解析当中和指数解析当中都会反复的去用到去提及，所以如果您是新同学第一次来听阿哲的解析的话，一定要把这个指标学会去应用。特别如果您手中还没有这个指标的，您也可以点击订阅阿哲频道，那么只要是订阅粉的同学都可以安装这个指标，阿哲后续会告诉大家怎么去装。当前您看到的这个图表当中有一个比较简单的趋势定义，就是它的飘带这个方块，如果它是一个黄色的飘带，那么特别它的方向是向下的，就说明它当前处于一个下跌的波段，就是空方是强劲的。因为有些时候特别是某些股票它可能没缺口，我们很难去每只股票都可能刚好出现一些缺口让我们去判定去佐证。那么用趋势类指标，就是我们不用看缺口也行，就是它呢也有一个黄色飘带，那不管有没有缺口，它都说明是空方强势的一个市场。那包括像前期的这一波下跌，是吧？这一轮下跌其实它也没有下跌缺口，但只要呢它的飘带是一个黄色的，就说明它其实已经转为了空方较强的一个趋势行情。空方较强的趋势行情，市场的上涨我们多以反弹去对待，除非有那么一次能够把飘带给击穿，就类似于这个动作，它不只有一个向上跳空缺口，还把飘带给击穿了，那么这个飘带的压力就容易被抵消，那么市场就有机会转为紫色飘带的一个上升趋势。而当下的市场行情就是这个飘带的压力被测试了，被验证有效了，目前出现了一个下跌。所以当前的上涨除了这个缺口的回补要关注之外，这个飘带也是一个压力位。某一些个股在反弹时，如果你手中的股票它是紫色飘带的，那么当前的指数反弹其实可以相对放心去做那种股票的一个低点买入。而如果你的股票呢是黄色飘带，那么说明当前呢是一个跟指数一样的同步反弹，那么就相对来讲要注意一下黄飘带的一个压力。所以后续个股解析当中，我们也会看一下哪些股票是紫飘带，哪些股票是黄飘带。而黄飘带的个股就说明日线跟指数是同步的，同样处于空方的趋势。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飘带的压力，下沿是 25,890.01， 上沿的压力是 26,226.04。当市场如果是一个下跌波段，我们预期它会在黄飘带当中顺势运行，那么市场将是高点降低、低点降低的一个格局。而当前的低点是还没有降低的，但高点已经开始有所降低，所以市场的价格结构这一波的上行，它如果不能够去击穿左侧的这个高点，在右侧的判断当中，其实它都还处于一个空方的走势。那么更加明确的就是这个飘带的一个空间，正常会在这一波走势当中产生压力的效果。而如果黄色飘带要顺势，那么这个压力是不过的，它大概率是要往下去破的。这就是一个黄色飘带延续的一个惯例。一旦这种惯例呢产生，我们做多的同学就要特别小心，它目前可能还没有到一个低点。所以一个黄飘带的产生到结束，它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它不是很容易就因为一两根 K 线一两天的一个上涨就能够去结束，它需要有一波强力的反转，所以当前很明显还没有达到这种要求，它还在一个黄色飘带之下，所以这一点大家可以关注。那么以上呢就是对于缺口和对于趋势我们做了一个简单解析，究其根本还是多空之间博弈的能量的分析。
在后续的个股解析当中，我们也会遵循这种角度。那么希望今天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能够帮助到您。如果您是首次观看阿哲视频，不管是新同学老同学，也都希望大家能够点赞评论该视频。如果您还没有订阅阿哲频道，但是感觉阿哲视频对您是有所帮助的，也可以呢在视频底下点击这个订阅按钮，点击之后会显示一个已订阅，就说明您已经成为阿哲讲机会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了。那么您再把这个全部铃铛都点开，那么后续阿哲的每一期视频在更新的时候，您就不会错过了。因为点了这个铃铛，那么就意味着后续阿哲一更新，您就会收到这个通知，就不会错过。同时我们订阅了阿哲频道的新同学，感谢您的首次观看以及首次的订阅支持。那么对于新同学，那么阿哲呢有一些见面礼，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上海区图了。因为我们每期视频包括阿哲讲直播的时候分享的知识内容的时候，基本都会用到这个指标，所以如果您是我们的新同学，那么手中还没有这个指标的话，都可以去找阿哲的助教老师去安装。您只要跟他说一下您是新同学，按订阅阿哲就行。在目前屏幕的右上角有一个糖霜小卡片，那么你点击那个卡片就可以找到阿哲助教老师了。您跟他说一声想要安装这个指标，他就会告诉您怎么去安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今天的第3部分，也是关于指数的分析，但是呢会偏向于微观一些。我们要看到日内15分钟的变盘时间窗口。当前的市场虽然在日线上只是一个小反弹的初步判定，但是在一个内部15分钟图表当中，它其实走了一个反转结构。我们在上期是不是讲过，它这里是不是走了一个类似于底部的状况，它有一个颈线位，那么这个位置如果被突破回踩，那么容易出现日线的一个反弹的判定。它目前是走了一个这种格局。当前我们看到左侧有一个阿哲对于每天盘前广播的一个截图，它其中一部分的内容截取。那么什么叫盘前广播？是阿哲呢对于粉丝订阅同学的另外一重福利。只要您订阅了阿哲，那么每天盘前阿哲是有写了一些关于指数关于个股的一些内容，会发在我们专属的一个订阅粉丝频道当中。您只要是订阅粉丝同学就能够看到。那么其中有一部分是关于指数的变盘时间，这是阿哲认为在指数的运行当中，当天日内容易出现高低点，你可以去稍微关注的一些时间窗口。比如说在昨天6月29号的盘前广播当中，我们讲过2个变盘点，一个是9点45分，一个是1点。而实际上呢，9点45分是盘中第一个15分 K 线，那么冲高见到了一个高点，然后1点呢是在我们上涨回调当中出现了一个低点。而在昨天呢9点15分是冲高回落时的一个高点编盘，那么1点呢是上涨回调时的一个低点编盘，所以一个呢是高点，一个呢是低点。那么关于这个变盘点，真的是每天都会给到我们的订阅粉丝同学，而后这个点位附近我们去做个股交易的时候就要小心了，因为指数一般到高点的时候，很多个股也容易出现影响，因此而回落。到低点时呢，有很多指数也有可能会出现回调的低点变盘，所以指数的高低点一般我们会去有所关注，有所去判断。那么像今天我们的第一个变盘点，可以关注盘中开盘的第一根15分钟 K 线，也是9点15分。9点15分钟呢是大部分情况下日线的第一个变盘点。9点15分呢是我们大部分情况下日内的第一个变盘点，所以你会经常会看到阿哲标记的变盘点第一个往往都是9点15分，偶尔可能会变，大部分情况下不会变。所以今天依旧关注9点15分的开盘的第一根15分钟 K 线。如果是上涨中遇到，一般就不要随意去追了，很多时候会找到更好的一个回调买点，除非第一根 K 线之后没有出现衰竭而是继续保持收阳上涨，那种情况下有可能是一个追涨点而第二个变盘点如果是下跌的，大概率呢是一个低点变盘，就类似于我们前些日子的这一个低点，就是第一根15分钟 K 线是吧，砸出来的一个低点。那么关于今天其他的变盘点呢，阿哲也会在盘前写好之后发给订阅粉丝同学，所以大家如果是订阅了阿哲频道的同学，你目前还没有这个上海趋势图的，以及呢平时也看不到盘前广播的，都可以在订阅阿哲之后，在右上角糖霜小卡片，亦或者是下方评论区的置顶链接当中，都可以去找到阿哲助教，然后呢去跟他领取我们订阅粉丝同学的4重礼物。除了刚才所讲的上海趋势图和盘前解析之外，我们还会提供一些学习课程的一些内容。因为阿哲频道呢，除了讲一些行情之外，
很多时候也更加希望大家能够自己去学会一些知识点，自己呢也能够去分析。所以我们在内部也针对于订阅粉的同学，您真正爱学习的同学，都可以呢去参与我们的一些内部课程。香港时间周2到周5的早上10点和下午的5点都有对应的一些知识内容课，会讲到技术分析专题，还有美股期权课，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所需去进行参与。像我们本周的技术分析课程会讲到趋势的一个解析内容，会告诉大家如何去识别趋势，如何去发现趋势变盘，以及如何去交易趋势和找到趋势共振的交易节奏。这都是我们在本周会去分享的。假如您之前都没有参与过，那么本周呢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周2到周5的所有内部课程。那么希望这4重福利都能够帮助到您。如果还未领取，那么记得观看视频之后可以及时找到助教去订阅去领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今天的第2部分。那么第2部分的第一支标的，我们要看到特斯拉。特斯拉我们在上期视频讲到，它来到了一个支撑区，这个支撑区呢是之前启动的地方，就是一个行情，如果你要找到支撑压力有一个很方便或者说很简单的方法，就是一波行情启动的初期，或者说某些震荡的一个窗口期。所以这个地方为什么会产生支撑而会有反馈呢？其实它不是第一次在这里有支撑了，之前这里其实也是支撑后的一个反弹，这里也是一个支撑后的反弹。就为什么这种地方会有支撑，就是它这个地方就是之前这一波启动拉升的时候，它囤积筹码的一个地方，所以这种地方它再次回到这里时，它大概率就是会有承压反馈的。包括之前为什么走到这个地方它会滞涨呢？其实是不是也是之前这个地方它也是一个筹码区域，就是它下跌的囤积筹码的一个地方。在一波下跌之后再次反弹到这种地方呢，往往它容易再次遇到筹码的抛售，也是容易遇到压力的。所以这个地方有支撑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只是每一个支撑区呢，它的反馈不一样。那有时候反馈可能就1-2根阳线，有时候可能就一天就大涨，是吧？所以我们知道哪些位置是支撑，就要关注哪些位置可能会出现反馈。那么像上期视频为什么这个地方会讲到特斯拉是有买点呢？第一个就是支撑，但是这个买点呢不是通过这个支撑来的，我们还需要看到上海趋势图。像我们在使用上海趋势图的时候，要关注一个趋势图当中一个交易信号，就是这个飘带只是看这个方向，就是上涨和下跌，但不是说我们只飘带就是随便的去买，你哪里买都行，但有时候买也是高点，是吧？所以黄色飘带也不是说你随便做空就行，那有时候做空也是低点。趋势的识别之后，还要去找趋势的一个介入的环境，介入的一个节点。我们也可以看到图表当中，这个 K 线呢有带一些颜色，新同学刚安装的同学都可以了解一下。这个颜色它基本上大部分情况下你会看到2种。还有一种呢是比较小部分见到的，就白色 K 线，这个图表当中没有的。那么2种常见是蓝色 K 线和黄色 K 线，而黄色 K 线意味着市场在一个上涨趋势当中或下跌趋势当中呢，它可能都有见到高点的一个机会，因为它涨得过强是容易物极必反。那么蓝色 K 线就反过来了，它呢说明是市场当中一个不管是下跌趋势还是上涨趋势都容易见到低点的一个机会，因为它跌得太深，容易超跌反弹。如果您有一定的技术分析的基础，就会理解阿哲所讲的这种超跌反弹、物极必反的这种概念。所以呢，在下跌途中，不管是这个蓝 K、这个蓝 K， 它其实都引发过一个上涨。像我们在上期讲到这个地方为什么有买点，它其实也是一个蓝色 K 线。所以只要到了蓝色 K 线，就说明不管是什么趋势，它都容易有反弹产生，但前提它得要消失，最好还有伴随的反包的买点。像这个地方它没有反包蓝 K， 所以这个地方可以不参与。这个地方反包了，可以看反弹。这个地方反包了，可以看反弹。这个地方也反包了，所以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反弹。一般反弹的空间，如果是黄飘带，那么就先看黄飘带；如果是紫飘带，一般就是不简单定义它的方向，至少过个前高。所以以此呢，我们就可以界定这个地方是个买点。好，买了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个地方是个支撑，支撑附近出现蓝 K 反包买点，那么就跟之前这样子，先看到飘带，它一波很强势的上涨，直接穿过飘带，那这个时候就有可能引发一种界定，就是它会不会是一个反转，否则呢，大部分情况下不应该去破飘带的。所以一旦有某一波行情突破了飘带，就类似于这一波行情突破了飘带，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关注一点，就是它能不能转变颜色，以及它是否能够站得稳。如果它一破飘带就跌回来，那这个地方就是反弹，大概率是反弹。如果它突破飘带不跌回来，那这个地方就有机会能够启动更大的行情。所以它破了飘带之后，我们一般会看一下它衰竭的一个力度。如果它突破飘带，我们会数一下2天时间，这2天时间之后，如果它还能够往上涨，基本上它很大概率会转为紫色飘带，并且呢它容易出现一些好的买点。所以当前我们要界定一下
就一般突破2根，我们去看一下它的衰竭力度。如果第一根突破，第2根直接快速跌回来，那这种情况下很多时候就反弹了。等一下我们看到 call位那的股票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有时候黄飘带突破1根，第2根就快速跌回来，一般就是反弹。所以当前看到特斯拉也是如此，突破1根之后，第2根要站得住，而后如果还能继续往上涨，后续转指飘带的概率会大大增加，趋势反转的概率会大大增加。所以我们看到目前的压力，那么上方有个中期压力是 416.121 的龙纹线，而飘带最好能够不快速跌落，它只要不跌落下沿就行。这个下沿呢大概是在 394.482， 可以作为一个支撑。那如果你是单纯就看个反弹，其实这个空间差不多也足够了，也不错了。一天买入而后快速加速，这是对于做短线反弹最开心见到的一个事情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下一只股票是英伟达。英伟达其实也在支撑区，这个支撑区呢是之前内部的一个小高点，这个力度曾经支撑过一波行情的启动。那么当前其实不太好的是它的力度不是很够，它没有反包阳线，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刺破，就是先打低点再打高点，它实际是一个止跌的动作，有长下影线，就是它有止跌，但力度其实不算特别的强，但其实构成了止跌，止跌有支撑，其实你要说这里是买点嘛，也可以做买点，只是它不是只是说最漂亮的那种买点。如果能够有这种强势反包阳线在支撑位出现，其实就更好。所以这里虽然有买点，但是不如特斯拉的那一个蓝 K 反包。我们再看到它的上海趋势图，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图表。英伟达的空间呢其实还是 OK 的，因为它是来到了之前这个震荡区间的上边沿，就是这个震荡区间的上沿而后它又是个龙纹线的支撑，所以这里是一个空间上一样也是有支撑的中期支撑。我们看到它的周线也是一样，周线它是一个紫色飘带，所以它周线是一个上行趋势大波段，然后周线呢来到了一个蓝色 K 线，只是它是本周还不一定形成，本周如果是强烈上涨，大概率这个超跌就没有这个判定了，只是说本周如果是保持弱势，那么它就是一个蓝 K。那日线这个地方它虽然没有强势止跌，但它的空间还不错，是个蓝 K， 我们也可以等待市场蓝 K 突破再去做加仓。就昨天呢，因为止跌不是很强，可以做一部分的买入，等蓝 K 反包再做进一步的加仓，然后再往上去看缺口的一个反馈，是看反弹还是看反转，所以它的缺口得要快速回补，不能回补加上黄色飘带就要小心有2次的回探，那就要小心一点可能会去破这个龙纹线。看一下这个飘带的下沿是 203.356。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加密货币比特币和以太坊。那目前我们所看的这个图表也是我们在上周有一直提到的一个底背离所形成的一个状态。我们会看到上方的图表是比特币，比特币的这个左侧的低点已经是被刺穿了，然后以太坊目前其实还没有跌破，可能不看仔细还不太容易发现。你会发现上方的比特币的低点其实是 58115.01 嘛，就这一天是个低点，然后它所对应的下方你会发现它这个低点是在哪里呢？它没有标数，它其实在这里。以太坊是在 1505.50 嘛，所以这个低点在这里，所以比特币是在上周出现了更低的低点，而以太坊没有，所以这种就叫做下跌时的2个货币的背离。那这种情况下它是不是引发了一个反弹？所以我们当时说这个空单你短线做到这里其实就要注意了，容易有反弹。做短线来讲，你这个一旦遇到背离，其实你左侧都要小心一点了，特别是收阳的时候。好，所以当前呢就是市场有一个上涨，那么这个底背离是否做多呢？阿哲的意思是可做可不做，因为整体的大环境是向下的，就不管是比特币、以太坊大周期，我们之前讲过周线，其实它整体也是向下的这种方向。一个周线大波段向下，你要走出这种反转的话，它其实需要时间的。那短线上其实这种时间就对你的意义不大，所以整体来讲，这个反弹它连以太坊的左边的这个分形结构的压力都还没有过，那么就更不用说这个比特币呢，它其实是个运线，是吧？它运线的止线都没破，所以力度是不算很强。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可以等它反弹之后，依旧去看它会往下去修复这个背离，而后走一波继续的这种下跌，是吧？还是可以有这种预期的。那么这种时候，我们就可以空单去了结，而后等它反弹的力度再看，反弹力度够强，是吧？我们可以等一段时间，反弹力度有够强，比如说比特币的母线上破，然后以太坊也同时构成这个分形上破，那这个时候确实有这种底背离后强势止跌的状态，再回调去做多是可以的。否则如果连母线都不破，连分形都不破，那么这种情况下，弱势震荡之后往下一破，那其实就是再去开空单的一个机会。那么这种空单呢，你到时候就要看一下了。
正常背离的状况，一个破低点，一个不破低点，那么就说明这一个短线的结构就是比特币呢不太抗跌，而后以太坊比较抗跌，那么往后一破低点，那其实要做的空就是比特币的空单，就两者短线来看是吧？那么后续一旦往下破，就是做比特币的空单会比做以太坊可能更加容易有顺势的一个行情。那么这是关于这个加密货币的一个简单的看法，当然这是短线方面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今天的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的第一只标的就是科尔位了。那当前我们所看的是科尔位的一个图表，刚才我们说到，如果你要关注黄色飘带的突破是有效与否，我们一般要关注它突破之后的回调的力度。那么像科尔位它其实这个每次的黄色 K 线其实反馈都还是不错的，所以黄 K 蓝 K 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特别做短线的。当然你如果是做中线的，你可以调到这个周线去看这个蓝 K 和黄 K 的一个表现，去关注那种行情。日线的话呢，其实就直接用就行了。然后你会发现突破的时候，如果它是一个反弹，因为是黄色飘带嘛，所以你界定它是反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关注它突破第一根、第二根，第二根立马就回落了，是吧？突破第一根、第二根立马就是长上影线，这种其实就不是很好。它一旦后续回踩的时候，力度也快速破，那其实这个反弹的概率就极大，所以它走了一个不断的高点降低、低点降低，就不太好。这是日线的表现。那日线呢，我们再看到周线，周线还好一点，就是它其实目前还是一个紫色飘带，只是这个紫色飘带它有点走震荡了，所以这个就有可能转弱。但是日线如果能出现反向的强势的动作的话，就还是有机会的。毕竟周线它至少说明这个紫飘带是支撑嘛。我们看到这个支撑的下沿是多少？是 95.16， 所以周线有一个支撑是 95.16， 大概是在这一片的下沿。所以在这里它一直在盘，虽然在下跌，但是它一直不是很能破这个位置，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周线的支撑，连续踩3次都没跌破。而后现在是一个长下影线，破了左低而后收回来。那么这种长下影线之后，如果跟随的是蓝 K 的反包，那其实就可以看再一次的反弹。要担心的是反弹力度，如果它的高点一直在降低，是吧？还是降低，那后续迟早要破这个低点。那这一破，因为是蓄势之后的破，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很快速加速，那个时候就不要再做多了。这个地方如果再破，就还可以再看个反弹，看一下如果能过这个左高就有机会。那么这个周线启动，如果依旧不过，那就麻烦，是吧？就可能会维持这个低点降低的一个格局，甚至未来还有加速，那个时候就不太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一只个股是谷歌，谷歌的话是来到了一个重要的支撑位附近，也算是大的支撑吧，周线的支撑，因为它周线是来到了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飘带，所以只要是紫色飘带回到周线附近，我们就要关注它的止跌力度。目前周线止跌力度肯定是不够的，因为它是一个运线，它没有破上周的低点，也没破上周高点，所以它是包含住的，所以这个地方是周线的运线。如果本周收盘直接是把上周的高点给吃掉，那么就是一个回踩飘带止跌阳。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周线止跌，那么周线就说明日线这里正常它的飘带是挡不住的，所以如果是日线反弹，周线还不止跌，那么这个飘带将会形成压力。如果周线止跌，那么正常它应该会破这个飘带，要突破，因为如果它要站上上周的高点，是不是得要是周一的这一天？周一是这一天，那么周一这一天的话，就是说本周要收盘站上，只要站上这里，那么周线就确定止跌。刚好这里是飘带附近，那么大概率后续不管是2次回踩还是怎么样的，就容易出现周线的止跌启动，所以这里要关注本周是否能够收在这个上周周一的高点之上，能够收住的话，其实是一个不错的周线止跌信号。当下是日线的反弹信号，周线还不构成止跌，所以我们先看到这个飘带的压力，下沿是 353.565， 然后上沿是 364.107。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只股票是微软，微软其实也有一个提前于指数的超跌反弹，我们说的白色 K 线就来了。白 K 一般是出现在下跌趋势，就上升趋势很难见到白 K， 比较少见，下跌趋势比较多见，所以每次出现白 K 的时候，它其实就定义一个相对的中期反弹，是吧？它比蓝 K 呢会出现的更少概率，更难一点，但是它出现之后是有机会把握到中期的反弹的。所以目前出现白 K 了，反包了，那么我们也可以认为它是走下跌趋势当中这种反弹的低点可能存在的一个动作。那反弹过程当中你要参与的话也行，但是你要知道你做的是逆势单，而后你的仓位要去分配好，不能太重仓做逆势。而后我们这里反包之后可以把白 K 低点做防守，而后向看看，一个个的看，就先看第一个压力是 382.704， 如果能收盘过就看下一个压力，那么就是 406.766， 再能够破就看龙门线的压力 434.131。 所以一般一个超跌反弹的空间
一个是飘带下沿、飘带上沿和龙门线。像之前这个低点往上，其实最后就走到了龙门线，龙门线突破1根、突破2根，快速滞涨，这种就是风险要出现一个了结，因为它这里还是一个倒行反转，所以这是要去明白的3个方向。所以当前呢是首次上涨，还没碰到飘带，那么这个时候往下回落，其实就继续做持股就行，看它往上去突破的力度。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MSTR。MSTR 的话，其实因为我们对于加密货币整体是相对大环境是偏看下跌的，所以你看到这个 MSTR 也是一样的，日线是很明显龙门线向下，而后飘带呢整体是黄的多，紫的少，所以是下跌趋势为主。然后周线其实也一样，周线是一个很顺畅的周线的黄色飘带下跌，顺势下跌，当前也是破了低点，破了龙门线。所以它是大格局转空，那么这种情况下，除非它有很明确的反转底部形态，否则的话呢，就不轻易的去重仓去买它的多头和抄底。所以这个地方它的白 K 突破可以做吗？可以做，但是只能做短线反弹，因为它有一定空间，所以可以去看，但是仓位一定要注意，不能够重仓，因为是逆时单。那么这个下沿是 108.721， 这个上沿 128.254， 一样的龙门线 160.678。一般一个中期反弹，我们说能够到龙门线就是皆大欢喜，就是已经最大的一个愿望了。所以能够从白 K 到龙门线的一个空间，其实是我们对一个逆势大反弹的一个终极目标。但很多时候它可能走不到，很多时候反弹可能就是震荡，这种是比较弱的。能够走出这种一波的，其实哪怕是逆势也是大行情了。但这种行情一般需要去跟踪。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Circle的话，它整体是日线的空头，它走到了这个地方是跌破了龙门线和黄色飘带。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虽然有反包，虽然光头阴线也过了，那这个地方依旧也可以看多。但我们之前讲过，如果你要去更好的去看多的话，其实我们更加希望它能够把这个前方的震荡区间给突破、消化、回踩，而后在这个地方找它的算是二买的地方找会更好。当成这个地方的一个反包买点，更多的是看一个向上的反抽。这个反抽如果不过这个区间，往下容易继续下探，或者说补这个缺口，并这个缺口呢还没有完全填补。周线上是一个蓝色 K 线，所以周线的蓝 K 呢，意味着这个地方如果蓝 K 伴随日线止跌消失，那么它能够看作是一个低点。所以蓝 K 呢在周线上出现，哪怕是反弹，利润呢也还是有的。所以蓝 K 出现一旦消失，我们至少认为这个地方是有很大概率构成周线级别的低点，哪怕是周线的反弹低点，日线其实也能够有一个不错的利润或者说反弹空间，只是当下这个蓝 K 还未消失，本周还需要待观察这个区间的反抽的力度，然后关注的是这个地方它还有一个缺口，一个缺口回补时要关注它的一个空方的一个反馈。下一只股票来看到礼来应该算是最早产生这个止跌动作反弹的吧，也不叫反弹，就顺势买点的。因为我们刚才说过，指数走到现在，如果你要去做多，一般还是找紫色带会好一点，因为指数目前是黄色带，你能够找到紫色带的，至少这个力度、这个趋势会比指数要稳一些，容易的是强势一点的股票。所以我们在上周其实就跟大家去讲过，礼来呢可以看，因为它是一个紫色飘带的蓝色 K 线，然后在站上蓝 K 之后出现了一个加速，那么当前加速来到了黄色 K 线，那这时候就还是持股待涨嘛，我们就把这个低点设置一个防守，如果黄 K 消失跌破，一般呢就要做防守做止盈，看一下后续是否会再次回调这个飘带，因为黄 K 跌破头，一般我们的预期就是它要回踩飘带，严重点可能就是行情结束，可能是中期回调。如果黄 K 不破，就继续往上顺势看，物极必反的上涨，当它依旧有机会往上运行。周线的话其实也是黄 K， 因为它的行情很强劲，日线一般推了一波之后，它就容易走调整。当前就是推这一波价格走势，之前黄 K 跌破过，但是继续突破了，所以那个日线买点还是可以的。但只是日线买点，因为周线的位置不低，所以一旦这个日线的低点破了，就要做好及时的止盈。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AMD， 它目前还是保持震荡以及周线的压力，周线的压力还是这个高点，就是 546.44。那么这个高点目前没有被有效站上之前呢，我们说周线的位置其实算是高点的一个风险区间。那么若日线去做这个位置，其实就不太好。那我们有更好的选择，不一定非要选它，所以当前这里就是走了一个周线压力附近的震荡，虽然有机会可能会启动，可能还会有一个震荡后继续上涨，但没有太多必要吧，因为我们有看到更好的一些股票的买点，所以这个可以看着，可以关注一下周线的压力能不能过，就是手中有股票有筹码的可以看一下，发现后续它不过，而是往下破飘带，
那其实就是要做一些可能中期以上的止盈了。目前如果做短线的就没有必要参与了。我们来看到下一只个股是英特尔。所以有些股票它虽然依旧是顺势看涨，但是没有必要去做加仓。如果持有的话，其实就正常持股就行。英特尔的话，当前是回踩到飘带，我们说黄 K 破位，离飘带的距离越近，风险越低。所以黄 K 破位之后呢，回踩飘带，它回踩了，也止跌了，也反包了，所以这个地方可以算是一个买点。所以这种就是回踩飘带了，风险释放一波了，有买点。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继续看趋势的波段推进，英特尔可以算是一种有买点的回踩回调买进。它的周线呢，其实是也有压力，当前呢其实也不算是很好的过去了，但是它至少日线是出现了一波回踩支撑买点，有买点的话会比没买点的 AMD 要好一点点。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去设防守，防守的话可以把之前这个地方它是不是一个运营线，就类似运营线，它其实是个下跌止跌 K 线，然后可以把这里作为防守。如果买入之后这里收阴再破，那其实就可以走，可以等下一个止跌点。如果跌破那就算了。下一只个股来看到 APP 就是一个长线影线是吧？缺口出现之后快速回补，这种其实就回补之后还能加速，那说明这个空方缺口其实就容易是一个衰竭性的缺口，或者说跳空下探一个砸盘性的缺口。那么这里出现了一个反包买点，然后往上突破这个飘带，那么继续往上看。上沿呢是在 526.218 作为下一个压力，这里如果出现上破再快速跌破下沿，那这里其实就要简单做一个止盈，就是至少卖一半吧，再往上去看，我们最好不要跌破下沿，下沿的一个支撑在 490.28。 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半导体三倍做多，半导体三倍做多它也算是一个交易买点，因为我们之前讲的这个下方的红色柱如果在紫色飘带上出现了本周期的一个回调飘带，而后出现这个红色柱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出现反包可以作为买入。像上周呢它其实也出现了是吧，这个地方是一个红色柱，然后反包也可以作为买点。美中不足的是它没有转为蓝色柱，所以这个止跌力度比之前这也是弱一点点，但是也是买入点吧。所以这种呢，就是一个黄 K 风险释放之后，来到了这个飘带附近，出现了一个止跌买点。我们可以认为它如果走趋势上行的话，这种地方是属于趋势的回调的一个买入信号，那么就依旧可以顺势看低点的抬高和高点的抬高，这种叫做趋势的一个顺推。那么这种地方买入之后，你也可以设置一个防守位。正常我们的防守，你应该设置的是这个买入 K 线的低点，如果你觉得你买入之后这个防守设得太远，你不太能够接受的话，也可以设置一个偏高的一些位置也是可以的，但是主要看你个人的一个风险承担能力。周线上肯定是不低的，这个半导体三倍做多它的周线肯定不算低，所以我们主要还是以日线为主。当前它也有可能是一个周线大阴线下砸之后的一个反弹，所以关注这个上涨时的一个力度。如果它连这个阴线都过不去，或者说这个缺口还没有填补，就是那个缺口都填补不了，那往下还有一个力度破飘带的话，其实就还是要小心的。现在个股来看到 Meta 就保持一个强烈的看空的一个方向吧，它这里其实有一个缺口被回补了，所以这个缺口是一个向上跳空缺口，那么这个地方的回补有多方产生是很正常的，所以关注这个地方的止跌，如果它反弹一下继续往下破，其实前面这个低点大概率就要破了，所以它是一个顺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飘带一直是黄色飘带，一直是突破之后走两根就破了，走两根就跌破了，所以这里也一样，虽然反弹，但是它只要这个飘带的格局不变，那么这个地方它哪怕有回补缺口之后的一个多方力量出现，但是如果它不改变这个节奏的话，它迟早要去破前面低点，所以偶尔的反弹依旧不改变这个大体的趋势。它的周线其实也是一样，是吧？也在顺推往下，只是周线呢有一个蓝色的 K 线，并且目前消失，但是没有止跌的反馈。蓝 K 如果能够消失本周强势的反包蓝 K， 那么我们可以看周线的反弹飘带，那有机会去走出不同的一个行情。因为蓝 K 在周线出现，如果确实止跌强劲，那是有机会产生行情的，但是它要有这个力度才行。目前的日线看空间不大，需要先判定，先有一个有效的判定。下一只个股来看到 RKB 我们在盘前广播还是在之前的视频讲解当中，其实都有讲到，它这个地方是要关注的，因为它是一个之前短线启动位置的震荡区间，是吧？跟特斯拉是一样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它是一个龙门线的一个支撑。不是说每一只股票都这么走，但是有些股票它就是这么走，来到龙门线附近往往就是它的重要的关注的窗口。之前每一波的这个回调到龙门线附近，其实都是 RKB 的关注的窗口。那么这种运动会不会这次依旧保持呢？我们一般不做这种随意的去猜测，因为这个概率都是概率性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每次来到这附近有蓝 K 有反包，其实就是你可以去看涨，
是吧？依旧呢可以去做多，依旧会看涨，而后续认为它这里可以形成一个中期低点啊，而我们去跟踪就行了。然后在周线上，它其实日线的龙门线，它其实就是在周线上是这种飘带附近的一个止跌。当然之前有蓝 K， 这次没有，差一点点没有蓝 K， 但也可以去做，也可以呢去看多，也是 OK 的，不是那么完美，是吧？没有之前那么完美，但是你有时候不能要求那么多。这个地方是周线的首栏，这个地方是周线的首根红柱。我们说一个市场趋势的回调，正常首根下跌的动能一出现，容易呢是行情的机会，不管是这一次还是之前这一次还是之前这个地方，都容易呢是一些周线上的机会。所以我们这附近可以去好好的关注一下 RK 和 B， 可以跟踪一下。如果这里是周线机会的话，一般飘带是顶不住的。所以像这种周线的支撑，一般一旦确定有效，一般这个飘带是会快速的被穿过。目前这里我们要看一下它的力度，它可以允许2次回踩，可以再冲，可以直接冲都可以，但是飘带不能够有明显压力。像之前这些动作，你会发现其实是直接过飘带的，没有太多压力，直接过飘带的。这次也希望如此，否则这里可能会走震荡，一旦震荡就容易弱，所以最好不要震荡。这里也有一个缺口，缺口如果都不补，那就更好了。我们看到这个飘带的压力 100.312 以及上沿 114.593。现在的个股我们看到台积电，台积电的话，其实之前我们说过，它是一个震荡，走了一个加速。那么当前呢，还是以日线做一个主要的考虑买入，就短周期短线去考虑买入，但是大周期的话，它不算是一个好的买点，因为它上周这个地方还是一个冲高回落，类似于光头鹰，接近光头鹰，所以这里呢有可能是一个日线的反弹，只是它出现了一个买点，这个买点不算特别好，这里要先讲，比我们前面所讲的一些指飘带的买点，比如像李艾那种要差一点。它之前这里也是回调过，有红色柱，所以红柱出现仿包看涨，现在又出现了是吧？红柱出现仿包依旧看涨，所以希望这个地方的缺口能够直接过，那直接过缺口，直接过黄 K， 还有机会延续周线的上涨。这个地方缺口如果压力反馈很明显，比如说昨天出现买点，今天一碰缺口，一过光头阴线快速又跌回来，那其实就不太好了，那就要减仓了。所以我们希望它能够快速果断的补缺口向上，而不是在这里盘，一盘整极容易走弱。下面来看到 P/TR。P/TR 也是白色 K 线的突破，而后可以看反弹，但它依旧是一个空方的走势，就是比 Meta 还空啊，因为它的低点已经破了，然后它整体就是一个龙门线向下，飘带向下，目前是超跌反弹的一个预期，空间呢也就 123.977 作为比较极限的位置了，因为它跌得太狠了，这一波反弹能够到飘带内度上是比较强的了，所以目前是一个偏空的预期。周线的话它是蓝 K， 但它整体的下跌太顺畅了，所以这个蓝 K 呢，哪怕有也就反弹，蓝 K 消失，看个反弹。如果它只能是日线反弹，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空间，如果是周线的话，就是 135.482，135.482是日线的飘带上沿，就是说它其实还是在这个附近这个空间，不管是日线还是周线反弹，也就先看这个空间。看到下只股票是美光，美光就维持这个日线的一个飘带的推动。当前也是回踩一个飘带，回踩飘带止跌收阳，那么可以作为买点。当然我一般需要确定就是收多一根阳线，但它的买点其实不是说特别好把握，因为它的波动偏大，要么是跳空下下，对吧？要么跳空向上，这种就不太好把握了。所以如果没有之前成本低持有的，到目前为止你去做它的短线，并不是说特别的有意思，或者说不是说特别有必要，因为有其他个股其实有更好的、更容易操作的买点。从周线来看呢，当前是一个往上推。黄 K 呢，当前是没有破过，所以上周是一个冲高回落，一个小小的回调的 K 线。这个市场目前整体还是周线上的一个单边上涨，日线的波动维持，持有的同学依旧可以持有，就跟 AMD 一样，就持有的同学依旧可以持有，可以关注这个飘带不要被跌破。就是如果你成本不高，你可以用飘带破位反抽去做卖点，而如果你是做多的，短线想要去做的，就没有必要选美光这个标的。下只个股来看到亚马逊，亚马逊昨天出现了一个向上的冲，还把左边的高点给打破了，力度是有的，还有伴随着明显的跳空行为，所以我们说这个位置是周线支撑是可以关注的，它可能冷不丁就止跌了。然后看到这里，它是不是一个蓝色 K 线，是个紫色飘带，第一根红 K 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反馈。本周看一下能不能收上去，粉包突破，那么跟谷歌的看法是一样，有机会是一个大支撑附近的一个止跌点，所以这个地方是空间支撑，而后有一个明显的价格反馈，还可以。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只股票是 AOI 应用光电。AOI 的话是走了一个相对中期的回调，跟之前的这种短波段回调飘带不一样。
它呢也转为了黄色飘带，所以价格走势当前呢，哪怕有分型，哪怕有强势的阳线止跌，也就先看个黄飘带的一个反弹。那么看到这个飘带下沿是 162.015， 上沿是 176.2， 然后周线是回踩这个飘带，然后有首根红，所以这个地方是周线上可以关注的节点。只是日线的一个买点还不算是特别的好，周线呢是一个回踩飘带这个支撑，然后 LIT 其实类似 ，LIT 也是日线不算特别好，走的有点乱，但周线的空间还行。周线呢是一个回踩飘带，但是跟不一样，它没有蓝 K， 所以它是震荡的下行，这个止跌力度呢可能还不如这个 AOI。所以这两个个股我们今天说，如果你要选的话，其实 AOI 会好一些，它两个走势类似，价格层面也差不多。这种情况下，其实 AOI 的这种节奏会更好一点。那么像 LIT 它其实走了很多次都是黄飘带的假突破，以及顺势的推动下跌，当前也没有有效突破过飘带2根以上，所以整体来讲我们更多可能 AOI 还好一点。接下来看到 NBIS， 它呢刚好出现了一个买点，它也是一个日线在不断的短线推动，每次都是短线回调，这一次也是一样，就是调到了飘带，然后出现了首根红，那么反包，那么这里就做买点，然后止损呢就把这个首红的地方，上周的周五的低点作为止损，就类似于之前这种买点出现价格首根红色，然后这附近呢找突破，然后买进是止损，包括像这个地方也是有蓝 K 有消失有反包止损设置，有蓝 K 有消失有反包这种位置止损设置，那么这个地方就依旧推动把低点作为止损。那么以上就是6月30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你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